注意看，当阿 Sir 面对这位老哥束手无策时，前方的一位阿 Sir 站了出来，只见他蓄力朝着老哥大喊：“吃我一击吧！”没想到被老哥婉拒，但是直接送到了 NPC 脸上。不吃，谢谢。有如此阿 Sir 助力，老哥还愁跑不掉吗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阿 Sir 正在追捕一位涉嫌宁愿购的老哥。从这个视角来看，这辆车里似乎还坐了不少人。看着老哥早早的打开左转向，阿 Sir 预判老哥前方会减速，于是立刻靠近，想要找机会贴贴。但老哥一个掉头便打乱了阿 Sir 的节奏，也让阿 Sir 无数次后悔没有趁这个机会将他截停。可以看到，阿 Sir 有10多秒的机会，但他却始终没有下手。现在眼睁睁地看着老哥把车速跑了起来。无论是从提速还是悬挂来看，老哥这辆车都显得非常吃力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动力不够。眼尖的小伙伴已经看出来了，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雪佛兰科鲁兹，这辆车最高搭载 1.8 自吸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38，在动力这一块甚至还比不上当地的卡罗拉，和阿 Sir 的雪佛兰太昊相比，更是全方位被碾压。只从车辆的情况来看，感觉挣扎不了多久就要被抓，但实际的情况来看，老哥却是状态正佳，当着阿 Sir 的面在车流之中左右穿插。任由老哥如此操作，不出意外，这阿 Sir 应该是个战五渣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小黄鸡露出了真身。这位老哥已经半只脚踏入了5星的门槛，看来实力比想象的还要悬殊。而或许是感受不到阿 Sir 的威胁，老哥是越战越勇，走位也是愈发大胆了起来。只是可惜，因为哪怕跑到极速也无法将阿 Sir 甩开。这才刚开始，这场对决就陷入了焦灼的状态。而在转过这个弯后，老哥发现前方有大批 NPC， 他认为这是一个拉开距离的绝佳时机，于是果断油门焊死，开始了全速怕什么怕。叫老哥没想到的是，刚冲过这群 NPC， 却发现前方有位阿 Sir 等候多时，好在车速够快，才勉强躲开阿 Sir 的蓄力一击。还好这扔出来的破胎器没有完全打开，不然这 NPC 就要遭殃了。而受到了队友的影响，阿 Sir 的车速也大幅度降低。面对这个绝佳的时机，老哥自然不会浪费，立刻油门焊死，尽可能和阿 Sir 拉开更多的距离。尽管老哥已经把脚伸进了发动机里，但双腿弥补不了4个缸，动力的差距终究是硬伤。如此绝佳的机会，也只是拖延了一点时间而已。不过这位阿 Sir 的进攻欲望明显不强，再次跟上时也没有任何想要上前贴贴的意思。这是因为按照俄亥俄州的规定，超过40英里每小时的贴贴会被视为致命武力，除非是特殊情况，局长亲自授权。那不让贴贴，难道一直跑到老哥寿终正寝吗？当然不是，还可以呼叫队友。收到消息的队友准备在前方给老哥一个惊喜，而老哥仿佛对此有所感应一般，突然变换车道开始操作了起来。看来拉扯这么久没有半点消心的希望，老哥比阿 Sir 更加着急，再拖下去只会越来越不利。像刚才能够躲开破胎器，很大一部分靠的是运气，要是前方再来几个可没有那么容易，所以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游戏。反观阿 Sir， 由于开场时的犹豫，导致多费这么大的力气，让本就劳累的老腰更是受不了。快用妙界按摩护腰，桌子椅拖一下，既能日常矫正坐姿，也能按摩热敷放松肌肉，从标到本全方位护腰，实力可不容小觑。它的6大分区能全面支撑腰椎和2侧腰背，告别普通椅子悬空受罪，配合宽大承托面，无论老哥什么体格都能稳坐其位。53度黄金支撑脚，完美贴合腰臀曲线，不仅久坐不累，还能把翘二郎腿的毛病击溃。35毫米高密度海绵，缓冲减压，坐上就陶醉。大家平时一坐一整天，腰背隐患恐怕早就堆积成山。要是不想把脊椎练成 S 弯，除了饺子，输送肌肉的重要性也非同一般。它的3档律动按摩能瞄准穴位，来回推揉放松，再开上热敷，血液循环秒上高速，后背畅通，疲劳全空。沙发、地上、座架上放哪儿都稳，轻松把护腰融入日常副本。现在你券就能抄底入手，还有3种颜色可选，品质售后都靠谱，好机会别错过。随着在这条洲际高速上越跑越久，前方的车流也变得越来越多，这对于老哥来说可是一件好事，毕竟 NPC 太多会让阿 Sir 被迫减速。按照峡谷相对论来说，给对手减速就等于给自己加速，但阿 Sir 的速度慢了下来，自然显得老哥的车速是越来越快。
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了大堵车，这让老哥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但好在还能走右侧的 VIP 车道，只不过不能左右穿插 ，NPC 的作用大幅度变小。虽然看不见老哥的尾灯，但他并没有领先阿 Sir 多少。可以看到，老哥在前方尝试变到左侧，但密密麻麻的车流让他很快便放弃了这个打算。这个决策的失误让阿 Sir 趁机跟了上来，而此刻终于来到了堵车的源头。面对这辆卡车，老哥轻松避开，但没想到这一切都在阿 Sir 的计算之中。这突如其来的破胎器，老哥躲避不及，压了个结结实实。原来这突然出现的堵车并非莫名其妙，而是阿 Sir 特地为老哥设下的圈套。而此时老哥已经感觉到了大事不妙，立刻放弃高速，第一时间上了匝道。毕竟至少有2条轮胎被自爆，动力本就不够，高速根本不可能走掉。这个选择倒是没什么毛病，只不过阿 Sir 趁机跟了上来，似乎是想趁他病要他命。在身后调整了许久的姿势，阿 Sir 终于上去给了他一个贴贴，这毫无反应的一下让我一度认为根本没有蹭到。而眼看轮胎坚持不了多久，老哥也是开始拼起了八字，一路选择逆行，试图吓退阿 Sir。路上的 NPC 见状也是纷纷躲避，但也因为过马路的大爷却是完全没有注意。此刻的老哥刹车已经来不及，就这样硬生生的帮大爷重开了游戏。直到此刻，老哥终于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，但心中的恐惧也让他的行为变得更加疯狂。他非但没有停车，反倒是在车流之中再次穿梭了起来，像极了强弩之末时的奋力一搏。目睹了老哥所做的这一切，阿 Sir 也是愤怒不已，他十分懊悔自己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将他截停，最终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车人犯下大错。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先将老哥拿下再说，毕竟这种完全不可控的状态，搞不好还会有更多的人遭殃。此时老哥这辆车轮胎报废，已经彻底失控，凭借着惯性在草坪上继续向前，速度终于降到了阿 Sir 可以贴贴的程度。而眼看跑不过，老哥们选择了弃车跑路，车里的几人如同被发现的蟑螂一般四散而逃。从他们的身形来看，这居然是一群孩子。开车的红衣老哥跑得飞快，不过到这时候，阿 Sir 终于明智了一回，选择开车去追。就这样，这几人全部落网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卡梅伦·福格特，只有16岁，但由于这起事件的性质恶劣，他被视作成年人受审，最终被判处了10年半的监禁。其他几人各被判了100美元的罚款和24小时的社区服务。至此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给大家说2句闲话，最近准备放松一下，昨天刚到山西准备滑雪，没想到才刚落地就有点小感冒，所以大家听着声音可能有些异样。然后这2天可能会休息2天，等我回去了，给大家补200万粉丝的福利。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和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做出更多好看的节目分享给大家，爱你们，天天。